安眠药到底是什么味道的？为什么这个孩子吃它跟吃糖一样，一颗接一颗的，根本停不下来？而他的妈妈此刻就躺在床上，对此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他已经死了。更恐怖的是，家里此刻就他们2个人，女孩还要陪着尸体度过10个小时。期间她爬上过阳台，钻进过冰箱，玩过燃气灶，用过微波炉，摸过电插板，碰过电熨斗，踩到过玻璃。总而言之，和死神擦肩而过无数次。更让人揪心的是，以上你看到的一切不单单是电影画面，还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事儿。没错，就是真有一个不到3岁的女孩和她妈妈的尸体独处了1天1夜。这事儿发生在2014年的印度新德里。事件的起因其实特简单，就是一对夫妻日子过崩了，丈夫气得离家出走，妻子气得喝药自杀，留下女儿和死神一起玩耍。但这事儿竟然拍成了电影，而且还拍得这么好，那么就值得所有父母，甚至是以后准备结婚生孩子的人一看了，因为它真的太有意义，太了不起了。那么话不多说，我先给大伙儿讲解一下这惊心动魄的剧情，看看只有3岁的小演员是如何完美控场1个半小时，最后再给大家挖出这部电影的深度，让你明白这片子到底好在了哪里。早上7点14分，昨天刚过完3岁生日的小皮狐睡醒了，他像往常一样用小手去推身边的妈妈，嘴里含糊地喊着要喝水，可妈妈却一动不动。皮狐以为他还没睡醒，便自己爬下床，光着脚丫去找爸爸，结果楼上楼下转了一大圈，爸爸没找到，却看见了满屋子狼藉。而这些镜头语言说明了很多，从这些彩带气球和礼物就能看出，昨晚是给皮狐办了场生日派对。可这些倒下的桌椅板凳，收拾了一半的厨余垃圾，也能让我们知道这里应该是突然发生了一场争吵。但显然皮狐对此是不知情的，他见厨房的水龙头还大开着，便搬来一个小板凳踩在上面，想要把水关上，可奈何身高有限，虽然能轻轻触摸到开关，但却根本无法用力拧动它，没办法，只能放弃。而随着他的离开，我们也发现就在水池下面的地板上竟然放着一个裸露着线头的插线板，要是水池里的水漫出来，流到插线板上的后果可想而知。可皮狐才3岁，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触电，什么叫危险。现在的他只想赶紧叫醒妈妈，为此他把报纸拿到妈妈脸前，想让她给自己读上面的故事。见妈妈没反应，他又噔噔噔跑到客厅，把电视声音开到最大，可这依旧没有吵醒妈妈。接着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直接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光着屁股跑到妈妈跟前，因为以前每次这样耍赖，妈妈都会第一时间帮他穿好衣服。可这次妈妈还是没动，那既然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他跑到卫生间故意搞破坏，弄得满屋子都是水，还给自己刷了遍牙，想以此让妈妈生气，让她过来教育自己。结果可想而知，这一切都是白费力气。皮狐见状直接被急哭了，他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不理他，他是不是做错什么了？而随着他的不停摇晃，妈妈手里的安眠药瓶掉在了地上，白色药片洒了一地，看起来就跟糖豆一模一样。于是皮狐立马捡起1颗，拿到妈妈面前询问：妈妈的外看。好在回应他的只有一声气球的爆炸声，然后便是手机来电话的铃声。皮狐赶紧跑过去接电话，可手机放在书柜最上面，对皮狐来说，这高度就跟那山顶一样。不过这孩子聪明，知道想办法，可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够到手机，结果就在下来的时候，一个没拿稳，手机直接掉在了书柜底下，还滚到了最里面。幸好刚才触摸到了接听键，而电话是皮狐的爸爸打来的，可他一开口就是劈头盖脸的指责和抱怨。他在骂自己的妻子，说他昨晚怎么无理取闹，说他就是没事找事，还说桌上的电熨斗插头没拔，让妈妈记得赶紧拔掉，不然容易着火。反正说了一大堆全是责备的话。可他不知道的是，他妻子已经死了3个多小时了。他更不知道，他3岁的女儿正蹲在地上，听着他这莫名其妙的话，一脸茫然。说了没几句，爸爸就挂了，因为他要赶飞机出差，没时间跟妈妈废话。这也意味着接下来2个小时，皮狐连爸爸的声音都听不到了。他又重新回到了妈妈身边，同时他还发现妈妈的脸上有很多淤青，这明显是昨晚被丈夫打的。皮狐虽然小，但他好像也知道这些伤不好看，于是爬到梳妆台上，翻出妈妈的口红和面霜。是的，他想给妈妈化个妆，把那些难看的伤遮起来。这个举动也说明了一件事儿，妈妈肯定不止1次遭受过家暴，不然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知道用化妆品遮盖伤痕呢？而他更不知道的是，梳妆台的镜子上，妈妈用口红写了满满一镜子遗书，
大概意思就是她当初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这个男人。她以为嫁给了爱情，可得到的只有无休止的家暴和背叛。她甚至在遗言里写，她想过带着皮狐一起走，但终究还是没勇气下手。可妈妈怎么也没想到，她走了，把皮狐一个人留在这个充满危险的家里，这比带着她走可能更残忍。由于刚才妈妈不给自己穿裤子，皮狐随手就把裤子扔到了熨斗上，而现在熨斗已经冒起了烟，同时也引起了皮狐的注意。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只知道以前自己一靠近，妈妈就会把他赶去一边，现在没有人管了，自然就得过来一探究竟。幸运的是，好奇心让他把裤子拽了下来，冥冥中救了自己一命，但同时好奇心也害了他，因为他想知道这东西为啥会冒烟。皮狐哭着扑进了妈妈怀里，可妈妈的怀抱此刻是冰冷的，再也不会温暖他，再也不会把他搂在怀里轻声安慰。皮狐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等再睁眼是被饿醒的。以往这个时候妈妈早就给他准备了食物，但现在只能自己找吃的。书柜上放着半瓶喝剩的奶，他踮着脚才将其够下来，结果手一滑，由于盖子本身就没拧好，里面的奶洒了一地，但懂事的皮狐并没哭泣，反而学着妈妈平时的样子，用抹布开始擦地板。擦着擦着，他看到旁边有一大桶白色液体，颜色和牛奶一模一样，但这是地板清洁剂，强腐蚀性的，喝一口就能把食道烧坏。但对此不知情的皮狐拿过来就给自己倒得满满一瓶，好在他觉得这么多喝不了，于是又开始往回倒。期间有个气球自己炸了，响声勾走了他的注意力，手里的奶瓶也跟着偏了。慌乱之下，他把一切都搞砸了，也好在是搞砸了。牛奶没喝成，皮狐又来到厨房，他看到桌上有昨晚剩下的饼，他想学妈妈的样子把饼加热了吃，于是打开微波炉的门，把饼塞进去，然后在控制面板上胡乱按了一通，直接定了个10分钟，结果可想而知，饼直接被烤成了黑炭，烫得碰都碰不得。无奈之下，他只好又拿来一张饼，这次不用微波炉了，直接放在燃气灶上加热。捣鼓了半天，终于是打开了燃气，可他会开却不会关，眼看着饼又被烧成了黑色，他想用水把火吹灭，可越吹火越旺，还差点烧到他的头发，毫无疑问又失败了，只好转身去冰箱找吃的，但燃气灶的火他没关，这是个潜在的危险。费了一番力气之后，总算是拉开了冰箱的门，里面有昨天生日剩的蛋糕，终于是让他填饱了肚子。可俗话说得好，人不能吃太饱，尤其是这么小的孩子，一旦吃饱就得找点事儿干。这不，看着冰箱里的瓜果蔬菜，他一股脑的全扔了出来，目的是为了给自己腾空间。他很早就想钻进冰箱感受一下，现在没有人管着，反正就是玩呗。可不得了的是，等他想出来的时候，发现门打不开了，他在里面不停挣扎，冰箱被撞得摇摇晃晃，这要是失去平衡往前倒下来，把门死死压在下面，那结局就不用我多说了。冥冥中好像有股力量在保护着他。脱离危险的皮狐在一片狼藉中发现了果酱，刚好可以配上冰箱里的面包。不过这不是给自己吃的，而是给妈妈做的。他知道妈妈还没有吃饭，可递到妈妈嘴边，他却根本张不了口。皮狐见状有些失落，只好独自去旁边玩气球。而就在这时，妈妈的手机又响了起来。这一次皮狐手里正好拿着把尺子，他趴在地上，把尺子伸进书柜底下，居然真的把手机给勾了出来。电话依旧是爸爸打来的，他让皮狐把手机递给妈妈，想要问他有没有拔掉熨斗的插头。见对方不说话，爸爸的语气突然软了下来，他开始道歉，说昨天是他不对，他不该动手打妈妈。原来昨天是皮狐的生日，可爸爸非但没回家陪女儿，反而和别的女人约会去了，对方还是妈妈的闺蜜。妈妈知道后和他大吵了一架，他一怒之下动了手，气不过的妈妈这才喝了药。而对此不知情的爸爸还在道歉，他以为只要自己态度好，妈妈就会像以前无数次那样原谅他。可等了半天，电话对面只有女儿的声音。恰好就在此时，领导喊他开会，只好先将电话给挂断了。但皮狐还想和爸爸说话，于是他拿起自己的手机玩具，想重新给爸爸打回去。可玩具电话的线缠在了桌腿上，他使劲一拽，桌上的熨斗直接倒了下来，高温很快就把桌面烫得冒烟，并且很快就把电线烧了，导致整栋楼都停了电。邻居们开始在走廊抱怨，甚至找来了物业，把烧断的保险丝修好了。
家里又重新来了电，熨斗也跟着开始工作。更糟糕的是，厨房的热水器也因这次来电开了机，一直处于干烧的状态，所以很快就发生了爆炸。碎片不仅崩了一地，有些还直接掉进了洗碗池，堵住了排水口，要不了多久，里面的水就会漫出来，到时候更危险。不过皮狐却意识不到这些，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从来没这么长时间一个人待过，他害怕，他孤独，他想找人说话，可妈妈在睡觉，爸爸不在家。最终无聊的他抱着娃娃来到了阳台，见下面有2个人在散步，皮狐趴在栏杆上大声呼喊他们，可距离实在太远，对方根本就听不到。与此同时，放在栏杆上的娃娃被阵风吹到了楼下，这可是皮狐最喜欢的玩具，于是他打算翻过栏杆去救他。而这个高度最起码得6、7层，恐高的人如果站这里得打颤，但皮狐根本就不知道害怕。好在千钧一发之际，对面楼的一个阿姨看到了他，一边安慰一边指引着他爬了下来。而这段剧情看得人心惊肉跳，不过由于画面太过危险，万一有孩子模仿就完了，所以就不给大家详细展示了。反正最后没有发生意外，皮狐成功被阿姨劝回了屋里。可屋子里的危险比阳台上多得多，而且全都是看不见的。就拿这已经漫出来的水来说吧，地上放着露着线头的插排，要不是熨斗的高温导致楼内一直断断续续的停电，真不敢想皮狐踩上去是什么后果。而就在这时，爸爸再次打来了电话，依旧想得到妻子的原谅，而皮狐也一直重复着一句话：妈妈नीनू क्या बोल रहा है बेबी?妈妈नीनू मम्मा निन्नी कर रहा है बेबी? पीहू, पापा का एक काम करेगा? पापा आ हाँ जाओ बेबी, पापा कल आएगा, ओके? मम्मा को बोलना कि पापा ने बोला है सॉरी। क्या बोलेगा बेटा? क्या बोलोगे मम्मा को? 很明显，爸爸根本没明白皮狐的意思，他以为妻子此刻真的在睡觉，却不知道妻子的尸体都已经招来了苍蝇，更不知道他在挂了电话之后，他无聊又饥饿的女儿竟然玩起了地上的安眠药。因为刚才打电话的时候，他咳嗽了一声，爸爸让他去找妈妈，让妈妈喂他点药，可现在妈妈根本喊不醒，恰好地上又有很多药片，索性他就自作主张，一颗接一颗的，就像是吃糖果一样，把药片送进了自己嘴里。不知道一共吃了多少颗，反正药劲儿很快就上来了，皮狐的眼皮开始打架。这时爸爸又打来了电话，他终于意识到不对劲儿，因为此时都已经下午了，妻子不可能还在睡觉，可任凭他打无数个电话，皮狐也没有了再接听的力气。与此同时，楼下的水已经流到了走廊，电重新被物业修好，熨斗冒出来的烟雾也越来越大，邻居们全都意识到出事了，第一时间就报了警。当消防队破门而入的时候，屋子里已经浓烟滚滚，一片狼藉。爸爸也赶了回来，他疯了一样冲进去，首先看到的就是躺在床上的妻子，这个他昨天还动手打过的女人，此刻已经冰冷僵硬。他崩溃了，他后悔了，他肠子都悔青了，可一切都晚了。悲伤之余，他想起了女儿。पीहू पी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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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हाँ हाँ बेटा पीहू 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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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पीहू कहाँ हो बेटा बेटा पापा आ गई पापा पीहू पापा पीहू का घर मैंने दोनों घर बना दिया पापा मम्मा को उठाओ मैं सुंदर से घर बना रहा हूँ 电影到这儿就结束了，而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皮狐。全片几乎只有一个小演员，所有的场景都在这一栋房子里。可就是这样一部低成本电影，却让无数人看得心惊肉跳，看完之后久久缓不过来。而接下来呢，我就给大伙聊聊这部电影里的隐喻，以及它背后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这部电影里的每一个危险其实都不是意外，全是人祸。电熨斗没拔是爸爸走得急，水龙头没关是妈妈心已死，燃气灶没关是因为孩子太小不懂事儿。成年人制造的危险，最后全让一个3岁的孩子来承担后果。这像不像我们现实中的很多家庭呢？父母吵架、冷战、闹离婚，总觉得这是大人之间的事儿，和孩子没关系。可他们不知道，他们制造了那些冷漠、暴力、争吵、怨恨、摔门、砸东西，就像电影里的电熨斗、燃气灶、安眠药一样，就明晃晃地摆在孩子身边，随时可能伤害到他，甚至毁掉他的一生。
孩子是无辜的，可他们却要为成年人的错误买一辈子单，这不对劲儿啊，朋友们。接下来再说说电影里的角色，那咱就先从皮狐开始。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妈妈死了，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不幸的是，他失去了妈妈却不自知，这种懵懂的状态反而让人心疼。幸运的是，正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死亡，他才没有被恐惧击垮，他才能在那样一个充满危险的环境里，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电影的结尾，他在床底下盖房子，说要给妈妈一个美丽的家。你仔细品品，这句话有多心酸。他虽然只有3岁，虽然不懂什么是死亡，可他潜意识里知道这个家出问题了，所以他要盖一个新的家。孩子的世界很简单，可他们什么都懂。他们不说，不代表他们不知道；他们不哭，不代表他们不疼。再来说说我妈妈这个角色，我知道很多人看完电影都会说她自私，自己走了把孩子留下，可有没有想过她为啥会走到这一步？她不顾家人反对，嫁给爱情，换来的却是家暴和背叛。她不是没想过离婚，可在印度那样的社会里，女性的地位有多低，我们都有所耳闻。而一个离了婚的女人要承受多少压力，我们根本想象不到。所以她是受害者，可她的选择又让女儿成了受害者，这就是最让人痛心的地方。悲剧没有终结，只是换了种方式传递给了下一代。妈妈的悲剧不是她一个人的悲剧，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只要男女不平等的现状不改变，这样的悲剧就还会继续上演。最后我们再说说爸爸。电影里的他直到看见妻子的尸体，听到女儿的话，才知道后悔。可后悔有鸡毛用啊，人死不能复生，造成的伤害也永远无法弥补。他的愧疚，他的眼泪，换不回妻子的命，也换不回女儿完整的童年。现实中又有多少这样的父亲，忙着工作，忙着应酬，忙着爱美，觉得家里的事儿都是小事儿，妻子的情绪都是无理取闹，甚至觉得只要能挣到钱，就算完成了家庭的责任。可问题，家不是只靠钱就能撑起来的，孩子不是只靠钱就能长大的。直到失去了才知道珍惜，才知道后悔，那就晚了，什么都晚了。好了，电影讲完了，隐喻也分析了，最后再说说这片子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它为什么能让那么多人看完之后久久不能平静。我觉得一共可以分为3点来说。表面上他是在讲一个孩子惊险的一天，实际上是在讲婚姻、家庭和童年，是在讲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困境。先说婚姻，所有失败的婚姻都不是突然坏掉的，它都是一点点、一天天慢慢烂掉的。说白了就是你犯了一次错，说了不改还接着犯，就这样日积月累，一次又一次，敢问谁能受得了呢？而等你彻底醒悟的时候，已经救不回来了。然后是家庭，什么是家？一个家如果没有爱，没有温暖，没有安全感，那它就不是家，是战场，是牢笼，是随时可能吞噬孩子的陷阱。对孩子来说，最可怕的不是外面的坏人，不是陌生的环境，而是自己最亲的人，给不了自己爱，还给自己带来了伤害。再说说童年，有句话说得好，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皮狐的童年从3岁这天开始，就已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他以后可能会慢慢忘记这一天的具体细节，可那些恐惧，那些孤独，那些被抛弃的感觉，会深深刻在他的潜意识里，影响他的一生。他可能会因此变得敏感、自卑，没有安全感。他可能会在亲密关系里反复受伤，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健康的爱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正常的家庭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才是最让人难过的地方。所以我想对所有已经做了父母或者即将做父母的人说几句心里话。生孩子很简单，10个月一朝分娩就当了父母，可养孩子难。作为2个孩子父亲的我，说实话真的有点难。养孩子不是给他吃好穿好就行，不是给他报最贵的补习班就行，你要给他爱，给他陪伴，给他安全感。这些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真不容易，但我们也必须要去做。毕竟婚姻不是儿戏，家庭不是玩笑。在决定要孩子之前，请先确认有能力给他一个健康的家庭，一个充满爱的环境。如果不能，如果自己都还没活明白，那就请三思，不要把一个无辜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让他来为你的错误买单，让他来承受你制造的痛苦。这些话虽然有些重，但我是真见过生了孩子丢给奶奶不管不问的，而且就发生在我的身边。好了，就说到这儿吧。最后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这部电影里学到点什么，都能成为更好的父母，更好的伴侣，更好的人。别让家变成最伤害孩子的地方，别让你的孩子用一生来治愈童年。